警方接到报案，有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死，而初步勘查发现，她不仅被捉腿性侵，而且肋部还被挖走了一块肉，死状是相当凄惨。看的警察也是紧皱眉头，但是现场没发现身份证，也没有手机和照片之类的，所以并不知道死者的身份。于是为了弄清他是谁，警察找到了公寓的房主，而他表示死者叫维奇，是1周前刚来租的房子，因为和男友分手了，本来对他的打击很大。可奇怪的是，最近维奇看起来好多了，他更自信更开心了，好像是加入了什么妇女赋能团体。于是警察立马来到了那个团体，见到了创建者广坤，向他打探起了维奇的情况。而据广坤描述，维奇只是在这里住了几周，接受了强化训练而已。但在得知维奇已被谋杀后，助理立马怀疑起了她的前男友，并声称对方是虐待狂，维奇就是因为她才加入团体的。上周前男友还黑了维奇的电脑，偷了她的私密照，并发布在了网上，还配了一段文案。 Payback, you fugly bitch, for what you did to me. Now everyone can see what a slutbag you ar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You deserve to die. 所以这么看来，前男友就很可疑了。却不料前男友永强劲狡辩，案发那晚我在酒吧。对此警察当然不信，劝他老实交代。而为了自证，永强说出了酒吧的名字，还称当时正在泡妹子，他可以为我作证。然而警察已经认定永强就是凶手，根本不听这些，当即进行了严刑拷问。最终永强实在熬不住了，就要求请律师。既然到了这一步，在律师到达之前，警察也就不能再审问了。随后为了取得确凿证据，警察搜查了永强的家，果然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踩有血迹的鞋子以及带血的裤子，这就是物证了。接着实验室也检出这些血迹确实属于维奇的。哪知就在俩人以为铁证如山之际，突然有人找到了永强的不在场证明，就是那家酒吧的监控录像，证明永强说的都是真的。里面他确实是在勾搭一个美女，但时间和案发的不相符，所以为了确准，警察认为必须找那个美女问话。不料当看清对方的面貌后，警探突然认出了他竟是赋能团体的成员吉娜。去那里调查时曾见过他，不成想就在这时，本森突然也发现了异常。结果到回去仔细一看，吉娜肋下好像有个纹身，而这与维奇被切掉的位置相符。据此，本森判断这绝不是巧合，必须找吉娜问清楚。然而当看到监控后，吉娜显然很吃惊，她根本不认识永强。可警察明显不信，怎么看这都好像是情杀。但吉娜却解释加入团体的主要原因就是我面对男人誓不自信，如果在酒吧被男人搭讪，我只会一味的配合他，所以其实与永强一点也不熟。对此警察也不想深追了，只想知道永强到酒吧的确切时间。可吉娜根本没注意。接着警察又问起纹身的事，果然吉娜肋上也有，凑近了看更像是一种标志。不料广坤却称这是维奇的主意，他设计了这款象征自己进步的标志，所以大家都纹了。殊不知广坤根本没说实话。事后警探们不相信吉娜遇见永强是巧合，猜测他可能借机把血迹留在了对方身上，并且广坤肯定也脱不了干系。于是为了进一步摸清广坤的底细，警方决定去找其他成员谈谈。而恰巧他们要举办一个精神瑜伽新人欢迎会，就这样警察找上了他们。哪知还没正式问话，突然有人指出那个男人又来偷拍了，而这恰好用得上警察了。不料男人声称什么也没干，只是在拍一些邪教的照片。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y brainwashed my wife. Who's your wife? Gina Goodrich. Here. 接着男人展示了自己拍到的吉娜和广坤亲热的照片，并要求警察逮捕他们，因为他们破坏了我的家庭。但警方需要更多的证据，于是又查看起了其余照片，竟发现有一张是维奇被吉娜踩在脚底下。因此这么看来，吉娜和维奇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友好。那这就是证据了。两人当场征用了，男人则立马同意了。随后警察便传唤了吉娜，拿着那张照片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料吉娜沉默了一会后，竟表示这是治愈过程的一部分。 A foot on her neck? It's called starting over. That looks more like the tail end of a brawl. What are you guys fighting about, Gina? 对此吉娜又解释，这种治愈手段很管用，但警察不想再听这个，直接就摊牌了。明言你的朋友维奇被谋杀那晚，你正和他的前任在一起，而现在又看到你曾把脚踩在维奇脸上，这怎么看都是像是你为情杀了维奇。见状，吉娜赶紧否认，可警察认定这是三角恋，最终吉娜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说了实话。Vicky was my serf. What? I was her lord. She had to do whatever I wanted. Or what? She wouldn't advance to the next level of self-realization. Self-realization. What happens then? 而就在这时，在外面监听的阿曼达受不了了，随后直接冲进审讯室，二话不说将吉娜推倒在地，接着也学着她踩维奇一样，踩住了吉娜的脖子，让她也感受了受辱的心情。而其余人见状，也趁机恐吓起来。就这样，在警察的说服教育下，吉娜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You kill Vicky? I just did what my lord told me to do. So you did kill her? I just put blood on Brad's pants and sneakers. Okay. Who gave you the blood? Where did you get the blood? Lila. Why? Because Vicky had enough. She was gonna leave us. She was gonna betray Arlo. 这下终于真相大白了，果然跟赋能团体有关。而接着又从吉娜口中得知，要想进入团体的核心圈子，姑娘们必须提供抵押品，包括房产证和裸照，并且他们的纹身真正的含义竟是任君摆布。
所以说广坤肯定脱不了干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都是吉娜的一面之词，警方手里没有证据，却不料阿曼达的一句无心之言，居然提醒了本森。他突然想起助理也有个运动手环，而这些数据会上传到云端。于是为了确定助理是否在现场，技术科黑了他的手环，定位显示当时助理就在附近，并且还有个关键证据。 Now, this is a graph of Lila's heart rate on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Now, from 8:45 to 9 p.m., it gets up to 110. Now, that's got to be her going up the 6 flights of steps it took to get to the crime scene. Right. Then it flattens out. That's got to be the hi, how are you?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n 10 minutes later, boom, it goes up to 130. It stays elevated for 40 minutes. It gets as high as 160. That's the murder. That's what I'm thinking. Pick her up. 就这样，助理被逮捕了。然而警察却想挖出他背后之人，那人当然是广坤了。可助理就是不承认，但警察不死心，接着又进行了心理攻击，试图瓦解助理的意志。结果助理还真被整哭了。接着不到3秒钟，他就彻底崩溃了，也就承认全是广坤指使的。然后广坤就被逮捕了。警察指控他们是共谋犯罪，不料广坤根本不承认，还声称爱着团体中的每一位女性。但随后警察就揭穿了他的真面目。 Really pisses me off is not that you con women out of their own money. It's not that you convince women that it's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o sleep with you. It's not that you demean women or humiliate women. What really disgusts me is that you make wom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empowered, addicted to feeling invincible. You know, I can see that you're intelligent, empathetic. So you make women feel safe, they feel heard. And because they trust you, they share their deepest insecurities, their weaknesses with you. And then you use those vulnerabilities to destroy them. You, Mr. Beck, are the worst kind of predator there is. 哪知广坤果然善于伪装，竟夸赞起了本森，来掩藏自己的真面目。而既然广坤毫无悔改，那就只能起诉了。却不料他的律师却颇有感触。休庭期间就被阿曼达找上了，阿曼达则以他作为突破口，拿着自己一夜风流换来的大肚子，与律师共情，希望他不要再为虎作伥，拾起自己真正的力量，找到自我。 不要再被广坤迷惑了。结果律师真的就这样被说动了，然后很快就给阿曼达传来了消息，广坤去了机场，居然想逃。当然这下是不可能了。随后警察很快就赶到了那里，在律师的指引下，将广坤2口子给逮捕了，而庭审也就没有必要了。这足以证明广坤心虚有罪了。就这样，这个案子算是圆满结束了。